胡子拉碴的男人动作妖娆，女人姿势有点霸气。这对夫妻意外灵魂互换，双方秘密全部暴露，既搞笑又有深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男人阿力是一名优秀的脑科医生，喜爱研究神奇的大脑。妻子苏菲是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就在两人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却出现很大的问题。在家里，他们也是忙于工作，他们之间仿佛是陌生人，没有沟通。男人阿力最近研发了一个可以读取别人思想的仪器，被妻子整得心情烦躁的阿力突然灵机一动，想要一次窥探一下妻子脑子里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好不容易叫来妻子，妻子却不情不愿，争吵中打翻了水杯，导致仪器出现了故障，两人差点领了盒饭。好在喜剧片不会出人命。Aspetta, accendo la luce, aspetta. Andrea, non mi lasciare sola però. Ah! Andrea! 当电源恢复的时候，出现了神奇的一幕。妻子苏菲霸气地从屋内走出来，看到眼前的阿力后，瞳孔放大，很是吃惊。阿力也是一脸的不敢置信，还夸张地抱着马桶吐了起来，还不忘把头发往上撩。随后两人确定了身份，原来是他们两人的灵魂意外互换。丈夫变成了长发飘飘，妻子变成了虎背熊腰，两人怀疑是仪器搞的鬼，可是研究了半天也没有任何反应，但各自的工作又必须去做。这时客厅里的儿子喊了一声妈妈，苏菲习惯性的回应了，随后才反应过来，她现在已经成为了爸爸，有点小尴尬。儿子只能先让保姆静静帮忙照看，可苏菲忘记自己已经变成男人阿力，一系列举动让保姆静静很是害羞。妻子苏菲突然想起今天她有一场重要的节目，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带着阿力赶到公司。可是第一次做女人的阿力不会穿高跟鞋，走路跌跌撞撞，而化妆师给阿力化妆时连连称赞老公长得帅气。这时阿力医院的同事阿飞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个很重要的手术。不懂医术的妻子苏菲不敢乱来，撒谎装病罢工。可阿飞表示，就算生病不能主刀，但也可以提供技术指导。无奈之下，苏菲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手术室。然而当他看到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时候， Le notizie volano, per cui arriviamo al punto. Non ufficialmente, ma chi prende l'assegno di ricerca diventa strutturato. Che lì? Voglio idee brillanti per il mio reparto, che ragioniate fuori dagli schemi, non quella figura che mi avete fatto fare il semestre scorso. Rossini, come procede la vostra ricerca? La ricerca... Esame estemporaneo, grazie. Vuole assistermi, Rossini? La ricerca... 瞬间晕了过去。醒来后，苏菲突然想起丈夫阿力正替她电视直播，周围的医护人员都在称赞妻子的美貌，但随后在节目现场的阿力简直惨不忍睹，身体内的阿力表现出一副男子气概，坐姿更是豪迈不羁，霸气侧漏，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的目光。节目嘉宾当场表示抗议，这下节目彻底被搞砸了。电视前的妻子苏菲觉得颜面扫地，准备回家找丈夫撒气，一进门却看见丈夫阿力在给孩子喂奶。妻子苏菲一顿发火，好不容易才给孩子断了奶，而且晚上吃饭时丈夫阿力又开始大鱼大肉，完全不在乎妻子苏菲减肥是多么难受。很显然，互换后的两个人把对方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第二天，阿力来到电视台上班，竟然得知自己上了热搜，还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并让阿力在节目中继续放飞自我。而医院的妻子苏菲又碰到问题了，她不知医院的同事老马，这人其实心怀不轨，最后她被老马利用，窃取了老公阿力的研究成果。接下来夫妻两人被儿子学校的老师约谈，原来是儿子发现他们两人最近很不正常，写了一篇作文，名叫《奇怪的父母》。文中写道，爸爸妈妈在家里玩角色互换，称呼对方自己的名字，这下子两人才知道对孩子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于是他们带着孩子露营、踢球玩耍，以弥补对孩子造成的创伤。两人的感情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升温，找回了原来恋爱时期的感觉。本以为事情会朝着家庭和睦的方向发展，然而丈夫阿力这时突然脑海里浮现出妻子的记忆。原来妻子苏菲之前背着他咨询了不少离婚的事，丈夫阿力的心彻底凉了。他一怒之下选择离家出走，
生气的阿丽找到了同事阿飞，为了能够住在他家，于是将真相全盘托出。可是阿飞就像听故事，根本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让他住了下来。第二天，阿丽决定做真正的自己，换个干净利落的发型，甩掉了让他一瘸一拐的高跟鞋，穿上兄弟的衬衫去上班。来到了直播现场后，在与领导的对话中，妻子的记忆又出现了。这次他知道了妻子为了拯救这段婚姻而减肥，还去看了几个月心理医生，而且妻子为了结婚周年纪念安排了浪漫之旅，结果自己为了工作而拒绝妻子。还有每当妻子分享快乐的时候，自己却随意敷衍了几句。这时候的丈夫阿丽才明白，这几年确实缺少了对妻子的关心，而妻子苏菲在医院也同样想到了他们以前点点滴滴的回忆。当妻子苏菲得知丈夫阿丽的研究成果被窃取后，她想向院长举报，可面对院长的提问，她怎么也回答不上来。回到家的妻子心情沮丧，向丈夫阿丽一一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丈夫阿丽却说，他们其实没有互换灵魂，只是通过机器互相传递了记忆，而随着事物的刺激，又会开始慢慢恢复记忆。如果想要换回来，只需要再重新传输一遍记忆，就可以恢复。可是妻子苏菲之前并不知情，将仪器给了老马，导致自己的研究被窃取。为了挽回研究成果以及家庭，丈夫阿丽对妻子苏菲通宵进行了一场紧急培训，详细的讲述了仪器的原理以及所需要的知识。第二天，妻子苏菲来到医院后，走上演讲台，让竞争对手老马是心服口服，哑口无言，证明了自己的专利权，成功夺回了研究成果。而丈夫阿丽一身中性打扮出现在直播间，面对以优雅自称的女嘉宾的一顿冷嘲热讽，她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世俗一直以来对广大女性的约束，希望大家都能遵循自己的本性，做一个美丽成熟的女性。这样的人格魅力在节目中获得了一致好评，在场的工作人员也自发鼓掌，电视前的苏菲也被感动到热泪盈眶。两人之前因为忙于工作而忽视了对方，忽略了倾听，也从没有为对方着想。幡然醒悟的两人和好如初之后，他们两人手握着手，通过仪器重新传回了记忆，那些两人共同经历的美好回忆。电影夫妻之间情节虽有点俗套，但挺温馨，感情确实需要苦心经营，希望天下有情人互相珍惜彼此的珍惜。感谢大家观看，喜欢的朋友关注收藏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